我现在告诉你，草莓不光叶片会吐水，功能叶会吐水，新生叶会吐水，草莓的花的萼片、花朵的萼片、花苞的萼片，包括匍匐茎的新生的叶片，它都会吐水。今天看起来比较精神啊，因为口罩的原因，我将近2个月的时间没有理发了，一理发显得头上的头发格外的少。好，这些都可以忽视啊。今天跟大家来聊什么呢？大多数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所常称的草莓的叶片吐水。叶片吐水就是在我们发现在早上，一般截止到上午的10点多钟啊，现在已经将近11点了，草莓的叶片的边缘上会挂满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珠。很多朋友惊奇这是为什么？咱们说的这是叶片的吐水哈。有些朋友说了，露水有什么稀奇的？这可真的和露水不一样。什么是露水？露水是外界空气当中的水分凝结在了叶片上，就像我们的空调的冷凝水啊，冬天窗户上玻璃上凝结的水珠啊，这就是空气当中的水汽遇到了凉而凝结成了水珠，由气态转化成了一个液态的过程。而我们现在说的叶片吐水，这个可不是空气当中的水汽凝结在了叶片上。如果是空气当中的水汽凝结在了叶片上，那就会布满在叶片，而不是单独的在叶的边缘锯齿的尖上。那咱们现在说的叶片吐水，是由土壤里面的水分根据根系的吸收，在叶尖的气孔上呈现出来的一个水珠，这是由草莓吸收的水分表现出来的，跟外界的凝结水说的露珠不是一回事儿。那有些朋友看到了自己的草莓叶片吐水了，会很开心，而有些朋友说，他们的叶片都吐水了，我的叶片没有吐水，是不是我的草莓不健康，有问题啊，不正常呀？我现在告诉你，草莓不光叶片会吐水，功能叶会吐水，新生叶会吐水，草莓的花的萼片、花朵的萼片、花苞的萼片，包括匍匐茎的新生的叶片，它都会吐水。因为这些叶片、萼片尖尖的部位就是草莓的通气孔、导水孔。当然了，草莓的叶片上也有。那为什么在特定的时候，草莓的叶片、萼片会出现吐水的现象呢？当你发现你草莓的叶片、花朵的萼片出现了吐水的现象，这首先就证明你草莓的根系肯定是正常状态的，也就是说，草莓的根系非常的正常或者是发达。在根系健康正常的状态下，比如说温度比较低、阴天的状态，草莓的蒸腾作用降低，而草莓根系不缺水，吸水能力比较强，草莓的这些叶片上的小气孔散发水分蒸腾作用比较慢，水分流导不出去，它只能在草莓的叶尖部分，这个导气孔和导水孔应该相对是比较大的，在它上面水分通过了叶脉，从叶尖部分导流出了小水珠。许多朋友平时种草莓的时候没有仔细的观察过啊，这个叶脉是不是到最后都延伸到了这个叶边的锯齿的尖上？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草莓的叶边会发现白色的沉淀物质，也就是盐渍，盐分过高了会发现白颜色的沉淀，发生肥害了、盐害的时候，叶尖的部位先产生了黑色、褐色、黄色焦边，都是这样一个原因。那它都是水分、营养的传输通过了根系，然后茎基部走到了叶柄，再通过叶脉、导气孔导到了叶边，散发出去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理解到草莓在一定时期吐水的真正原因。这就是我们有些朋友在北方或者温度比较低的地方见到了叶片吐水，因为根系正常工作，吸收大量的水分，而叶片蒸腾作用降低缓慢，水分排不出去，只能通过叶尖的导气孔、导水孔形成了水珠的凝结。而南方相对温度比较高，
蒸腾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强，它就基本上看不到吐水的现象。这并不代表它的草莓有问题不正常。那咱们看一看这颗草莓，叶片相对来说比较多，它还挂了好几颗果子，它也是同样的时间，叶片是干崩崩的。这样的话，它能说草莓不正常吗？它的根系一样没有问题，它的草莓长势一样没有问题，可是它同样的在相同的环境里面，它草莓的叶片就没有发生吐水的现象。所以通过这样的分享，大家应该能理解草莓叶片吐水是什么样一个原因引起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的草莓的叶片发生了吐水现象，那一定能证明你草莓的根系和营养传输都是正常的。同时呢，也能告诉你你的草莓的盆土是不缺水的。再就是你不光是在草莓上能发现吐水的现象，在其他的某些植物上同样的会见到吐水的现象。比如说，我们就常听说过一种植物叫滴水观音，它都是从植物的叶边缘的导气孔、导水孔凝结出来的水珠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。如果你喜欢草莓，如果你喜欢种草莓，请关注跟草莓死磕到底的守夜人飞宇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